这是一座即将消失的千年古城，被誉为关内楼兰，距今差不多有2300多年的历史。它就是河北张家口阳原县的开阳古堡。在古代，这里呢是通往雁门关、连接幽州的一个边塞要地。这一座古堡始建于战国时期，鼎盛于唐朝初年。这座古堡不光历史悠久，另外呢，它是非常讲究风水学。整个古堡的模样犹如一只乌龟在河边喝水，古堡的人们就等于是居住在龟的贝壳上面。古堡内部呢是呈井字形，按照9宫8卦分为9部分，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不过非常可惜的就是这座古堡现在基本上是荒废破败了，里面呢居住的人屈指可数。曾经这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如今呢差不多是被人遗弃在这里，有点像是一个无人村一样。大家好，我是秋平。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堡的城墙下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先有这个古堡，然后才有这个县城，因为这座古堡的历史非常悠久。刚刚我们说了，大概是有2000多年，也就是说这座古堡啊比秦始皇还更早。先来看一下这个古堡的外围，也就是城墙，然后呢我们再去往里面走。特别是南门那一块呀，有一个乌龟的头部，就和我们之前在河西走廊看到的永泰龟城，乌龟趴在大地上在喝水。那这一座古堡呢，同样也是一座乌龟趴在大地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墙，这一块呢属于角楼，然后中间呢属于马面，这个是典型的一种防御性的古堡。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明清经过修缮保留下来的，那么我猜想啊，这座古堡的地基肯定应该是汉唐时期的。大家应该听过一个赵武灵王，这一块啊，当时是赵武灵王他的长子的封地，等于这里啊是他们那个封地的一个都城。就跟汉朝有各个地方有诸侯王，他诸侯王有一个驻守的地方，以及明代有很多藩王，他也有驻守的地方。你像大同这边有一个藩王，北京是燕王，那这一块应该就是当时封地的国都所在地。近距离的看一下，从这个下面到上面差不多有10米高。就证明这个古堡防御能力是极强的。这是一个角楼，大家发现没有？旁边是城墙，刚好呢，这里一个90度的，这就是防御的一种手段。比方说，敌人从这里攻打这个城墙，那么在这个角楼上面的人呢，就可以打击这个来犯之敌，包括前方的马面。这种古城啊，我们在河西走廊看过很多，包括在山西也看到一些，都是这种防御的。那特别是这个马面呢，我们得重点说一下，它并不是一直都有的。真正成熟的马面是在汉代出现的，那个时候是主要修建于汉代的北方城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马面呢开始大规模在中原使用，特别是北魏的洛阳城，他就修建了马面，是中原大型都城首次系统配置马面。那到了唐宋时期，这个马面的制度就完善，在明清达到顶峰。我们看到的西安古城墙、大同古城墙、平遥古城都有马面，那些呢基本上是明代留下来的。刚下完雨，看这个城墙，它都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这种夯土城墙跟长城是一模一样的建造方式。这里我们看得很明显，你看一层这样上去，每一层呢进行压实，然后这个土呢是经过爆炒、暴晒，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才会导致上千年寸草不生。
这边就看得非常明显，一层一层上去，有一些已经脱落了。它那个夯土啊，它的那个每一节的高度大概是10到20公分。在山西的农村或者在其他一些农村，还有一些老人呐，他们还会用这种夯土。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城墙是直接用泥土倒上去的，实际不是的。现在我们往南门方向，也是古城的大门。刚才说的乌龟喝水就是在南门。我一开始说这个城墙很有可能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后面我又查了一下资料，了解到这些城墙基本上是唐朝初年留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属于这个古城巅峰时期，当时呢是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复建，从而这个城墙就是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当然了，在清朝经过简单的一次重修。这是西南角的角楼，这里已经倒塌的比较严重了，大家可以看看，非常大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南边的方向，整个南边的城墙破坏的比较严重。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地上铺的都是石头，这就是以前村民进出的道路，用石头铺的。这里面现在可能住的人不多，在几十年前可能还有好多人住啊，可能有几十户人家。其实这些古堡啊，不管哪个地方的古堡，在以前都是比较多的人居住的。这是南边，然后我们转个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大的平台。那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我们通过航拍看的话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就可能就是乌龟的一只脚吧，就这一块，明显的和周边的环境不一样。现在是站在这高处，我们看下面，这个是一个比较平坦。那实际以前这里是一条河流的。我们经常说，在以前建村、建城一定要靠近河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河流，才有这个古堡的存在。这一看就是经常没有人走。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往这边进出啊，因为在靠近北面那里城墙是有个缺口，住在里面的人可能就往那边走了。哇，这个杂草不好过去，我们往这边走吧。等于现在是站在城墙上面，现在来到了里面了。在这个方向就看得很明显了，这是南门。那这一块呢，可以称得上是乌龟的脖子、颈部，然后那里呢是它的头。以前呢，那里有条河流，那乌龟就趴在这里喝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我现在来到了南门城外，算是站在这个乌龟的颈部，前方呢就是它的头颅。乌龟在这里喝水。现在这里有些水泥，那以前呢是一些泥土啊。然后这边过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南门的城楼了。应该是经过修缮，这边都是新修的。我猜想以前也是有，只是说损毁了，现在复原了。在这边呢，还碰到一家人，北京的来这边游玩，他们还带了一些吃的，在这一块吃。那现在呢，这里完整就是乌龟的颈部。我们往前走，那这个城门呢，相对来说就是原始一点。石头应该是以前保留下来的，上面的阁楼应该是新修的。我看视频大概刷到22年之前呢，上面都是有点旧、有点破，后面可能重修了。这里就是城门的门洞了，通道很宽呢，大概有3米。大家看看，这都是几百年，甚至说1000年的历史啊。
这个是青石，然后下面这个通道，大家发现没有？石头的颜色都不一样。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古堡啊，城门楼，包括雁门关，很多关口，它这个下面通到石头都是带点黑色的。这可能是日积月累，经常有人走或者有马车走，那个磨掉了，我们说磨出一层浆来了。还有一种呢，它这种可能是采用的那种墨玉啊，它就有点不一样。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有点凹下去了，就是马车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压出来了。那这一块明显更高一点。那以前呢，这里是有一个大门的，你看，这个是放门栓的，大家看看多么粗，可能要一个人才能抱住。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门的那个卷轴，大概也有20公分，所以说当时这一块这道城门，它的城门是非常厚的。我们在以前看到的很多城门可能10公分，那么这里可能有20公分，因为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是燕云16州上面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然后呢，以前每天这里呢是非常多的马车人员进出的。这上面就是门的宽度，我感觉有差不多30公分。刚过城门楼就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座小庙，但是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一般这种古堡上面呢，城门楼一定是有一座殿宇的。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这个阁楼是叫做玉皇阁，因为这一块碑，玉皇阁碑序，大清国北直隶宣化府。宣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到时候我们会去逛一逛。在明朝，宣化呢是9边之一，有一个宣化总督啊。开阳堡建立，这应该是进行重修吧。同治10年的时候，就是慈禧的儿子那个时候建的，应该是重建吧。这里面以前都是有壁画的，可惜损毁比较严重啊。这个古堡里面还有一个真武庙，应该是在北面，等一下我们去看看。在北面的高台上面，那这个墙壁上面3面都是有壁画。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里面的建筑基本上是旧的。这一座大殿呢，它清朝的时候进行过重修，重修的时候仍然保存了唐宋的风格，从而说很多人来这里第一眼感觉是一个唐代的建筑。这应该是近2年经过修缮的，上面换了一些东西，但整体框架还是以前的。我感觉应该是明清时期的吧。这上面的斗拱，这里以前应该有一块牌匾，写的应该是玉皇阁，可能后期没有了。这个斗拱明显的没有那个唐宋时期的精美。就对于一些懂行的人啊，看这个斗拱就知道这个建筑是什么时候的。我是看不出来，因为对斗拱不太熟。再往里面看一下，上面呢也有很多彩绘。站在这个玉皇阁看一下古堡的里面，可以说是荒凉、破败、残垣断壁，基本上能够形容一个地方破烂烂的词都能用上。你看这里倒塌了，全部倒塌了，住的人极少啊。刚才碰到一位当地的大叔，70多岁，他说这里呢现在大概就5、6户人家在这里面居住。我问他有没有10个人，他说没有。那就可以说5、6户人家7、8个人在这里居住嘛，7、8个人还不知道有没有。你看从这里面走进去都是破破烂烂，住的话可能集中在这一块，两边是已经没有人了。我们说这边是塞北楼兰，确实称得上啊。说到楼兰，大家都知道，在西域那边也是一夜消失。
那这里呢，称不上一夜消失，但是也是近些年住的人越来越少，大部分呢都搬到旁边的村落。我们说现在有5户，明年后年可能就没有了，再过一些年，这里呢基本上就没有人居住了，就是本身户口在这里的没有了，或者是说到后面一些养羊的人可能会在这里租个房子住。现在来古堡里面转一转，在下雨呢，最近雨水特别多，秋雨绵绵的。它这个古堡里面是有主街道的，现在我们走的不是啊，可能要到前方才能够看到。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它这边的布局啊，是说按在9宫8卦。我对这些不懂啊，可能以前是按照9宫8卦，但现在倒塌的倒塌，重新建的重新建，可能就不是了。以前可能就比较明显，因为它既然是防御的，整个城堡是一只乌龟的形状，那肯定是非常讲究风水嘛。现在来到了古堡的主街道，整个古堡里面主街道是2条，都是南北走向的，然后东西走向的街道也有好几条，综合起来就是把整个古堡分为9个区域，叫做9宫8卦嘛。这个和我们以前说的唐初长安城有东市西市108坊类似。前方那里应该有人住，我看到停车了。这里面以前都是房子，都倒塌了。这边的房子基本上是泥土跟砖混合而成的。这房子没人住就是这样的，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这边没什么杂草，应该是有人住。听到狗叫声，门关着，我们从这里看一下，它有车，那应该就是有人。不进去了，确实啊，住的人很少。我们现在是看到1户人家有人居住。你看，这个房子不少东西的，这木头都非常粗啊，有几十公分，都倒塌了。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有人住吧，从里面关的。它这些房子跟我之前在山西看到的窑洞差不多。啊，这边有狗叫，应该是有人住。你看，也是这种四合院形式的，上面有木头盖好，然后铺了一层土，冬暖夏凉嘛。这一块不是山西啊，因为这边是河北的阳原县。在这里逛的时候，来到一个院子，挺有意思的，面积非常大，有1个人在这里居住。这个院子里面呢，还种了很多菜，有葫芦、南瓜、西红柿等等，等于呢是他退了休在这里生活，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大的院子用来养老，是非常好的。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应该是以前的店铺。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繁华，来往的客商非常多，本身这个古堡里面也是很热闹的。它南北的城墙有300多米，东西的话有200多米，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古堡。它以前就是一个县城，说的简单一点，只是后面县城迁走了，它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村庄了。在以前非常讲究风水啊，刚刚我们说9宫8卦，那这些呢都是9宫8卦的那些分界线。这上面有个高台，应该是真武庙，上面还有碑呢。我们先旁边转一转，再上去。这也是一条主街道。这里的话，南北街道就2条，然后东西的话就非常多，基本上每个院子
就每个房子前面都有一条那个东西走向的通道。它街道多，就可能说四通八达。你看，这里是一条，前方也有。我现在在这个里面转，就遇到2个当地人，问了2个，就是都问了，就是5、6户人家，7、8个人住。现在去这个真武庙逛一逛，看看从哪里上去。好，这边这个草都比人高啊。这应该都是经过修缮的。这个建筑叫玄地宫，我们看它主体框架、横梁、木头这些都是原版的，窗户包括砖呢，应该是这2年修建的，就这2年呢。因为我看视频，22年、23年，甚至说24年，这块都还是比较破败一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4年的模样。那现在呢，这一块是如今的模样，就是这2年经过修缮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它叫做玄地宫碑记序，就这个地方叫玄地宫，我们也可以叫做真武庙。大明嘉靖3年，400、500年的历史了。这一块是文保，这是文物啊。现在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现在锁住了啊，进不去。前2年是能进去的，里面什么都没有。这边还有旗杆石。整个古堡呢是北高南低，也算是符合乌龟喝水的过程。因为乌龟如果趴在那里喝水，它肯定头部那一块更低嘛，从而说修建这个古堡就遵循了这个。那里呢是我们刚刚看的玉皇阁，这过去呢差不多都有200多米啊，整个这个古堡还是非常大的。这边呢是靠近东边，都没有人住。这么大的古堡，现在只住了5、6户人家，7、8个人，挺可惜的吧？我猜想啊，还是可能这里面不适合现代生活，因为毕竟这些房子啊都是黄泥土的，然后这个地势呢又是有点坡，在这个地方重建房子也不太方便。后面古堡的人可能大部分就搬出来了，在这个外面居住。这就是现在的开宝村，全是现代的那个房屋，可以这样说，一墙之隔2个世界啊。这边破败不堪，这边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北方村落。因为按照现代来讲的话，现代的生活、现代的居住环境，这边里面肯定是达标不到的。现在呢，我是站在这个城墙上面，这是唐代的城墙啊，就跟万里长城一样的。这个城墙现在大概是1米宽，其实按照以前的话，不止的。这一座古堡被称之为是关内楼兰，很多人都在问，千年古堡为什么会慢慢的衰落，人烟稀少？刚才我们说是2300多年的古堡，为什么一说1000年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古堡留下来的是唐朝进行复建保留下来的。那这个衰落答案就藏在岁月变迁里。古代的时候，这里呢是边塞交通咽喉，军事重镇，商贸往来呢也比较频繁，人口密集，烟火繁盛。但随着时代更迭，特别是这里作为县衙所在地搬迁走了，那交通路线就转移，军事格局改变，这里的战业价值就慢慢的降低，商贸呢也逐渐断绝，
没有了经济支撑，村民呢为了生活，陆续的搬离了古堡，慢慢的变成了如今荒芜的模样。不过呢，正是这样荒芜，才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千年夯土城墙、九宫八卦的街巷、唐宋古建遗存，让我们还能够亲眼触摸、亲眼看见千年前的古城原貌。不得不说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也有一种说法，这个古堡是被人破坏了风水，才导致荒芜破败。那么大家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呢？这种1300年前唐朝留下来的古城墙，还真的是比较少见，而且是这么完整的。那今天这个古堡千年古堡关内楼兰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